帕克最新释出的一份5月警告。他说，请大家务必把2026年5月这个时间点记清楚，因为这一个月将会是整个2026年最先被撕开的口子，甚至全球可能会在这31天当中迎来一场近乎荒谬、近乎魔幻，却又被无数看似毫不相关的古代预言、占星盘、古印度那迪叶以及西方圣经密码一起指向同一个窗口的连锁巨变。最可怕的是，在这波巨变正中央，似乎真的有数十亿人即将神秘消失，这样骇人的画面被不同派别的预言家、不同国家的先知、不同信仰的信徒同时看见，同时描述，同时标注在同一个月份上。这究竟是集体歇斯底里，还是一场早已写好的预言交汇？我们今天就深入来拆解。你可能会想，这几年预言家多如过江之鲫，一会儿说9月，一会儿说12月，结果每一次都落空，凭什么这一次值得我们放下手边的事，花20分钟来听？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自己在看到帕克这份5月警告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半信半疑。可是当我把过去半年里所有主流财经媒体的2026年预测、全球主要地震监测机构的预警、东亚地缘政治的动向，以及全球各大宗教系统的预言日历，一张一张放在同一张白板上排开之后，我才真正被吓到。不是因为帕克说了什么特别惊人的话，而是因为这一次他的那些最骇人的描述，在时间点、细节甚至几何结构上，居然和那些完全不相信通灵、只相信模型、只相信统计、只相信硬数据的机构指向了同一扇门、同一个月份。换句话说，这一次不是一位通灵者自说自话，而是一条被多重独立讯号交叉验证过的非常具体的时间带。这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把这段话分享给大家的原因。要看懂帕克这波5月警告，我们得先把他2026年整年的大盘盘一下。帕克在2025年11月释出的那支年度大预言里，其实已经给全年定下了几个关键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春天，他当时用非常笃定的口气说，人工智能泡沫会在春天迎来一次断崖式下跌，全球市值最高的那一批科技公司会在短短数周之内经历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修正，而主流加密货币可能会在这场修正当中最高下探 70%， 彻底动摇整个数位资产行业的信用基础。这段话其实已经不只是帕克一个人在说，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德意志银行在2025年底的投资人调查里，都把人工智能泡沫破裂列为2026年全球市场的头号风险。德意志银行440位受访者中，有 57% 把它标为最大威胁。Polymarket 这种专门下注的预测市场，也同时把 AI 相关硬体供应商台积电、艾斯摩尔、博通等几家代表性企业股价腰斩的几率列为显著风险事件。换句话说，当一个英国通灵者和一群冷冰冰的华尔街定量分析师，以及古印度那迪叶祭司得出的时间窗口居然叠在同一个点，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让人背脊发凉。为什么春天会成为这个集中引爆点？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结构性原因。过去3年，全球各大科技公司在 AI 军备竞赛上砸了天文数字的资本支出，这些资本支出的会计折旧、股权激励以及私募信贷的再融资，大多集中在第2季开始的那几个财报季公告。也就是说，当5月财报季的最后一波集中揭露到来，如果那时候 AI 变现能力的故事讲不圆，同时宏观的高利率环境又没有像市场期待的那样迅速松动，资金就会像退潮一样，一夜之间从估值最贵的那群公司撤出。这不是通灵的直觉，而是非常冷硬的现金流逻辑。偏偏帕克的那张灵视地图也刚好把最深的那条裂缝画在5月。知名美国经济学家哈利·邓特更早就放话，他认为2026年会出现一场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泡沫破裂，股市最深可能见到90%跌幅，比特币最深可能见到15600美元。这些话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是当他们与帕克那句70%崩跌摆在一起，你会发现两个完全不同领域、完全不同方法论的人，竟然指向了几乎相同的跌幅区间。巧合？还是早已写好？那为什么偏偏是5月？帕克在多次访谈里给出的理由其实非常直接。
他说他看到一个景象，画面是一大片办公桌前的人忽然抬头看天花板，然后那个画面就断了，什么都不见了。他形容那不是战争，不是爆炸，而是一种无声的抽离。这种无声的抽离是近年来帕克最常用来描述2026年的词，而5月正好是他口中春天市场冲击的最后一个月，也是整年第一道裂缝要开到最大的时候。为什么帕克会这样看？因为他一直沿用古印度那迪叶体系，而那迪叶体系当中一组被他多次援引的4国大战预言，指向的正是2026年到2029年之间的一个窗口。而5月这个月份，在那迪叶几何盘面里，刚好落在火星与土星同行的一个能量高点。也就是说，在他的系统里，5月不是随便挑的，而是被3套独立体系，那迪叶几何、他个人的零式笔记，以及他2015年那本旧书《宇宙的讯息》里提前写下的字句，同时标出来的一个月份。但更有趣也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除了帕克之外，这个5月窗口居然同步被好几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指认。第一个体系是2025年在整个西方社群网站上铺天盖地的被提预言。那个时候，一位南非的平信徒受访时说，他在梦中被告知教会会在2025年9月被带走，而世界上不会有2026年6月开始的世界杯。他描述的场景不是比赛取消，而是到时候地球上剩下的人生活都不再是平常的样子。虽然那个9月的日期被证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一些参与宣传的牧师事后还公开道歉，但这位平信徒的预言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给出的时间边界刚好就在6月的世界杯之前，也就是5月这个月。换句话说，如果他看到的画面真的存在，那么事件必须发生在2026年5月。第二个体系是网络上一群从圣经数字学切入的研究者，他们把雅歌第2章10节到13节那段描写春天来了，花儿在地上出现的诗句硬解成一个春天的升天节点。有人推算到2026年4月4日到5日，有人推算到5月22日到23日。这些推算当然是主流神学拒绝背书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人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论，有的走希伯来文字母的数字编码，有的走朱比利年周期，有的走但以理书70个7的计算，最后居然收敛在同一个春夏之交的窗口。这种收敛就像气象预报里几十个独立模型的路径线突然挤成一道粗黑线一样，不代表一定会发生，但代表这件事在很多人的世界观里已经几何上必然。更巧的是，如果你翻开2026年5月的天象表，你会发现这个月份本身就充满异常的视觉事件。5月6日前后有一波宝瓶座流星雨，5月中旬木星与金星的相对位置会让它们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同时出现，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亮双星，这在过去10几年并不多见。5月22日前后，一轮较为稀有的月相组合会让整个北半球的夜空在午夜呈现相对明亮的状态，同时多个行星呈现几何对齐。古代占星传统里，这种多行星对齐的月份都会被标注为时代转折的节点。当然，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行星对齐在引力层面对地球没有实质影响，但古代预言家关心的从来不是物理上的引力，而是意识层面、节律层面、节气层面的共振。从这个角度，5月22日到23日这个具体日期，在不同文化的预言系统中反复被点名，就不再只是一个巧合。再补充一点非常细但很惊人的事，就是帕克自己在他的那套那迪叶几何盘面里反复强调一个他称之为钥匙位的点。这个钥匙位在2026年的整张盘面上刚好落在5月的中下旬。他说，当一张年度盘的钥匙位被激活，那就意味着这一年所有被压抑的变数都会在那个短短几周内集体释放。他形容这就像一壶一整年被慢慢加热的水，终于在那一刻沸腾。如果你还记得他2015年那本书里写下的日本上空气体云8月这个预言，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线索。8月是释放尾声，那中间的释放主体当然就在5月。他并不是凭空把镜头拉到5月，他是在自己写作风格里已经留了好几条线索，而现在这些线索终于收束到了同一个点。第三个体系
是日本那位被称为日本版88万家的漫画家龙树亮。他在2015年再版的那本《我所看见的未来》当中清楚写下，南海海槽大地震会在2026年6月或9月袭击日本列岛，而其中6月这个节点几乎贴着5月的尾巴。他还画出了富士山大喷发、横滨方向的巨大海啸。别忘了，他之前准确画下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日期。如果他这一次也没有看错方向，那么5月就会是整个日本列岛最后那几周静得出奇的日子，而海底板块的应力会在5月这个月不断逼近临界。日本气象厅自2025年底开始，就已经把南海海槽的30年内发生几率上修到惊人程度，而东京都、神奈川县、静冈县的自治体也陆续进行过多场大规模防灾演练。请注意，这是由官方单位而不是灵媒在主办的演练。这种级别的物理准备，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预言所描述的那种临界感。第4个体系是包括美国在内好几位心灵医者不约而同释出的亚洲与美国西岸地震群预言。一位2度拿到年度灵媒的女士，在2025年底上节目就明确标出2026年第1季亚洲和美国西岸会出现一组显著的地震群。没想到1月一开始，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录得了全球将近100次瑞士规模 4.5 以上的地震，绝大多数集中在环太平洋火山带。菲律宾在1月初就挨了一记 6.4， 墨西哥南部1月2日挨了一记 6.5， 阿拉斯加整个1月都在轻微震荡。3月30日，万纳度附近录得 7.3， 4月1日，印尼外海录得 7.4， 这些都还只是前菜，真正的主菜，很多预言家一致指向的时间是春夏交汇。如果你把这些独立预言家的话叠在地图上看，你会发现5月那个月，西太平洋、北美西岸、日本列岛，甚至台湾东部外海都被涂成了橘红色。第5个体系是被很多华人忽略，但在西方神秘主义圈子里地位极高的几位古代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斯、艾德加·凯西、珍妮·迪克森他们留下的2026年笔记。诺斯特拉达姆斯的4行诗当中，有一组被反复讨论的段落，讲一位统治2次的领袖会在某年的春末面对英之大地被撕裂。研究者认为，这刚好对应到这一轮白宫当家，对应到美国国内深度撕裂的现况。艾德加·凯西走的是基督意识觉醒的路线，他笔下描述的那个意识转折点，被后世研究者反复推算到2026年这个窗口，并且他留下的几页关于突然之间地球表面会少掉一部分灵魂的笔记，至今仍被视为最晦涩、最难解、最令人不安的预言文本之一。珍妮·迪克森则走伦理与国家命运的路线，他特别关注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灵魂考验。他的许多笔记把2026年这个节点形容为一场试炼的开端。把这3位摆在一起，再加上帕克，加上龙树亮，加上那底页，加上圣经数字学，加上霍皮族传说，加上易经流年，你会发现7个完全独立的文化系统居然都把指针拨到了同一个时间带上。这种级别的交叉验证，在任何一个严肃的预言史料研究者眼中都是不能轻易略过的红色警报。好，回到帕克。帕克在今年3月被英国地铁报采访时直接说，他看到2026年有一连串环环相扣的事件，第一个骨牌就是春夏之交的一场市场冲击。他形容为英国受到的打击比整个西方都要重，而这个冲击会触发整个政府的信任崩盘，触发几个欧洲大城市的反移民暴动，甚至触发一波他称之为基督教复兴的宗教回潮。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帕克之所以把宗教回潮提出来，是因为在他接收到的景象里，这场宗教回潮并不是那种慢慢升温的，你身边邻居突然开始每周去教会的那种回潮，而是一种被强迫的、被某件集体性事件吓醒的回潮。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事件可以让几十亿人一夜之间重新思考生命，重新走进礼拜堂？人类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几件事有这样的威力，而这几件事刚好每一件都可以用数十亿人神秘消失来概括。不论是战争、天灾、瘟疫，还是某种更形上学的抽离。对台湾这边的观众来说，
5月这个窗口其实还有另一层特别沉重的意义。大家知道2026年4月刚刚结束的那场两岸高层互动，余波还在整个台湾社会里扩散，一边是认为承认9·2共识就能买到和平的声音，一边是认为任何对9·2共识松动都等于缴械的声音。两边在网络上几乎每天都在互相撕扯。当这种撕扯延伸到5月，刚好又碰上全球市场冲击，亚洲地震群、中东油价暴涨、中国内部可见分裂，这几股能量加在一起，就会对台湾造成一种非常罕见的同时被6个方向拉扯的心理状态。帕克的预言之所以值得我们每一个在台湾的人花时间听完，并不是因为他是先知，而是因为他那一张预言地图恰好把这几股力量叠在同一个月份上。当别人都还在争吵谁的立场比较对的时候，至少我们自己要先看清楚脚下这片土地在5月会同时承受什么样的外部气压。你可能会问，帕克的预言真的有那么准吗？这个问题我必须诚实回答，他当然不是每一次都准。过去几年他有好几个预言被现实打脸，例如他曾错误预测某对王室夫妻在某年离婚，结果没有；他曾经预测某几场选举的日期，结果完全不对。质疑者整理出他的命中率并不比掷骰子好多少，这一点他自己也大方承认。他一直强调未来不是固定的，任何一个预言在被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可能因为听者的行动而改写。那为什么这一次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为这一次他说的话在结构上不是单点预测，而是多条脆弱线路的交叉共振。单点预测很容易被打脸，但结构性共振一旦成型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像气象预报里单一模型说明天下大雨，你可以不相信，但如果50个独立模型来自不同国家，用不同演算法，全部给出同一个强降雨预报，你还要赌它不下吗？而且不可忽略的是，就在2026年3月，帕克突然对外宣称，他几年前针对伊朗核设施被打击的那个预言已经实打实的应验了。那条预言的原始文本其实非常具体，他当年说的是会有一波非常精准的打击，目标不只是领导层，还包括剩余的核设施，而且会迅速升温，迅速结束，接着就是撤离，把后续交给伊朗人民自己决定。当这段话在几年前被说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在胡言乱语，毕竟当时的中东局势根本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可是3月那波针对德黑兰的打击，不仅在时间节点上完美契合他的预言，甚至连他形容的打击模式、打击目标、打击之后的走向都几乎原样发生。这一次应验让原本对他半信半疑的西方媒体开始重新把他过去几年所有尚未应验的预言全部翻出来检视。而在那堆被重新翻出来的预言当中，排在最显眼位置的正是他关于2026年春夏之交的那一系列描述。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每10次对1次的预言家，但当这1/10刚刚命中了，而下一个被他标注的节点恰好就是6周之后的5月，你会怎么选？是把耳朵闭上继续过日子，还是先把该做的准备做一做，万一应验了，自己不至于手忙脚乱？我想答案已经不言而喻。那帕克到底有没有明说是哪一种？他没有，他反复强调的是一个关键词 disappearance。 他说他看到的不是尸体，不是瓦砾，不是血，而是空荡荡的办公桌，空荡荡的地铁车厢，空荡荡的跨海大桥。他说那个画面诡异到他自己都不太愿意多讲，因为一旦讲得太细，就会让听者产生恐慌。他后来把这段访谈重新剪进了他的会员频道，在会员频道里他补充说，这个消失感他在2015年就写进过书里，当时是用日本上空出现一大片气体云这样的文字描述的，指向2026年8月。但随着时间推进，他越来越觉得8月那个节点只是尾声，真正的开场是在5月。你要知道，一个靠品牌、靠订阅、靠访谈为生的通灵者，按理说应该把最骇人的场景往晚一点讲才对，这样观众才会持续掏钱续订。可他偏偏主动把最骇人的时间点提前到5月，这个动作本身就值得玩味。好，现在我们把场景切到东方，在古印度那迪叶体系里，2026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渡劫之年。所谓渡劫，是指某个在宇宙几何盘上累积已久的应力必须在这一年释放。
那迪叶祭司认为，这一次的释放会发生在春末之火与夏初之水的交接处，也就是5月。他们形容的画面与中国古老的推背图第44象烧饼歌里那段10分有灾8分休的谶语，以及玛雅第5太阳纪更替理论里那段不是天崩而是人心崩的描述，居然可以互相对照。推背图第44象讲，而今中国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过去的解读多半聚焦在两岸，但近年海外研究者重新翻译之后，注意到这一项的图像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符号，那就是日月同时隐没。日月同时隐没，在古代象征的就是人间大量阳气与阴气一起被抽走。这个抽走的动作和帕克所描述的无声抽离在意象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再来是易经的角度，熟悉易经的朋友应该知道，2026年对应的卦象组合里有一组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地火明夷。明夷之卦，商于明也，象征光明，被地所遮，被人心所埋。这个卦在历史上每次被当年起卦者高频抽到的时候，几乎都伴随大型的人类浩劫，或是瘟疫，或是战争，或是被后世称为大清洗的事件。当代研究易经的几位学者私下做过一个小统计，把过去300年流年主卦为明夷的几个年份都列出来，结果惊讶地发现，那几个年份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大量人口在短短数月内从社会主流视野里消失，被战争征召，被瘟疫带走，被政治运动清算，被迫迁移到另一片大陆。而2026年不巧就是其中一个流年主卦被排在明夷的年份，并且摇动的月份恰好就在4月底到5月初交接的地方。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帕克那段关于香港某栋标志性建筑的描述，这段话在他的原始访谈里并没有被放大处理，但在追踪他预言的老粉丝圈子里被反复讨论。很多人把它对照到中国一系列的象征性符号，中环的金融地标，九龙的天际线，甚至某栋特定的大楼。这段预言的可怕不在于他讲了什么建筑倒下，而在于帕克用被风吹走的壳来形容。一栋被风吹走的壳，意思就是那栋建筑的物理结构可能还在，但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那个政权、那个神话已经空了。这和易经明夷卦所描述的光明坠地简直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说法。而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5月，那它将成为2026年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个月。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帕克有没有具体说会以什么形式消失？有的，他在最新一次英国媒体的采访当中，很罕见的一次讲了4种可能的场景。第一种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网络大瘫痪，让整个全球的数位金融社群、定位、医疗系统同时关机。他形容那是一次 AI 本身的背叛，也就是在人工智能泡沫破裂的同时，有一个关键节点因为人为攻击或系统自爆而崩掉，连锁之下，人们会在几小时之内发现自己的存款、身份、通讯全部归零。在那种状态下，人并不是物理消失，而是从这个以数据为命脉的现代文明里蒸发。这就是所谓的数位意义上的消失。你以为你还在，但系统里已经没有你。这一点特别值得警觉。今天你走进任何一家银行、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家交通枢纽，它的最底层全部都是由演算法、云端、金钥、凭证、伺服器所构成。过去2年，全球已经发生过好几起看似短暂但后果深远的大型断线事件。某个云端服务商当机12小时，全球数千万用户资料暂时从地球上消失。某个跨国航空的值机系统挂掉3小时，全球数百座机场陷入瘫痪。某个金融基础设施供应商被害，连带几百家金融机构对外停止服务半天。这些事件每一次都被称为教科书级的警讯，但每一次事件过后，整个产业又会在2周内回到原来那个过度集中、过度依赖单点、过度相信自动化的状态。帕克所说的5月 AI 背叛，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其实不是他预言了什么，而是他预言的这件事在结构上已经是只差时间，不差可能。再来，很多人会把数位消失当成是和自己无关的东西，觉得那是 IT 人员的事。
但请你仔细想一想，你的银行存款、你的劳保记录、你的健康存折、你的家人通讯录、你过去10年的相片、你和另一半的聊天记录，这些东西如果在5月某一天的凌晨3点全部暂时不可访问，你还能证明你是你吗？你还能证明你这个人的过去存在过吗？在一个完全数位化的社会里，存在这件事本质上已经变成了被资料库记得，当资料库短暂失忆，你就短暂不存在。这一层的意义比任何科幻电影都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帕克所说的数十亿人消失，在纯技术层面上其实是有办法发生的，只要几个关键的全球节点同时故障，就足以让数十亿个数位自我在同一天同一个小时内从这个星球上消失。至于物理的那个你，当然还在那里，但你会发现你已经没办法证明你是你了。这就是现代文明最大的脆弱，也是帕克这一次预言真正刺到的痛点。第二种是一场新形态的呼吸道病原体爆发，这一点与主流科学界在2026年初对疾病 X、禽流感、H5N1 以及几种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担忧完全吻合。英国、美国、日本的公卫单位都在年初公开表示，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之后，监测能力不增反减。如果有一个具备高传染性、高死亡率且能快速变异的病原在2026年上半年从动物宿主跳到人类身上，全世界的反应速度会比2020年还要慢。而5月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北半球春末，许多国家刚刚取消最后一批防疫边境管制的节点，也是大规模国际旅行重新开始大流动的窗口。帕克的预言之所以吓人，就在于他把这个工位窗口和市场冲击窗口叠在同一个月。第三种是一场他不敢多说的地缘爆点。他在访谈里反复提到，他看到一个和台海有关的画面，但他强调那不是2026年的事，而是2027年以后的事。他再三澄清，2026年的台海不会爆发全面战争。不过他在同一段采访里提到，中国内部在2026年会进入一个他形容为看得见的分裂期，薪资拖欠、债券违约，一场类似三峡大坝的大型基建事故，甚至会有一位高层领导人神秘消失或离奇过世。帕克甚至非常罕见地点出，他看到一栋香港的标志性建筑发生了某种象征性的事件，这个事件会被后世视为中共政权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他没有明讲是什么建筑，是哪一种事件，但他反复用倒下、崩塌、被风吹走的壳这样的词。你把这些场景叠在5月那个月，整个东亚地缘的气压就会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低到任何一场突发事件，不论是海上擦撞、空中对峙还是网络攻击，都可能被放大成3天以内转向全面对抗的导火线。更不要忘了中东这条线。帕克在今年3月的访谈中已经公开声称，他先前针对伊朗核设施遭遇打击的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他在几年前就说过，会有一波非常精准的打击，目标不只是领导层，还包括剩余的核设施，而且会迅速升温，迅速结束。如今伊朗最高领袖遇难，核设施被袭，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都把这件事当作他预言清单上的一个实打实的命中点。而按照他完整的那条预言链，中东只是第一块骨牌。他认为中东紧张局势的余震会在春末传导到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掐住全球原油咽喉的狭窄水道，只要被堵住，哪怕只有2周，全球油价和股市会同步经历一场只能用血流成河来形容的震荡。而这场震荡的最坏窗口，他认为就是5月。再加上如果5月恰好碰上俄乌那条线的最后收尾，以及中国国内的可见分裂期，那就是3条战略线同时拉紧的状态。3条线任何一条出现，哪怕只是一个小的火星，都可能在几天之内把另外2条线一起点着。这就是为什么帕克会把5月称为最先被撕开的口子。他不是说5月会同时发生全部的事，而是说5月是一道裂缝，而一旦裂缝出现，后面的事情就不再受任何人控制。第4种才是最悬、最让人后脊发凉的那种。帕克在会员频道里提到，他反复看到的画面不是爆炸，不是飞机坠落，不是核云，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在街道中央，在办公室，在机场大厅，
像被什么吸走一样，忽然不在原地。他说他知道这听起来非常宗教，非常像基督教末世论中的背题，但他本人不是基督徒，他根本没有从那个方向去看这件事，他看到的纯粹是景象。而这个景象之所以被他认为和5月有关，是因为他在冥想里总是同时看到春末的树叶，还没完全热起来的空气，以及5月花开到一半的公园。他说，如果这个景象真的对应现实，那他描述的就不会是整个地球上的每个人，而是一大批携带某种特定意识频率的人被集体转移。这个说法听起来像科幻，也像神话，但在印度那迪叶体系，在南美的扎昆寓言，在北美印第安霍皮族的第5世界开启传说里，都有非常相似的叙述。霍皮族的长老反复讲过，当地球从第4世界跨入第5世界的那一刻，有一批人会先离席，而那一刻的标志是天上的蓝星与红星同时出现。有意思的是，天文学家早就算出来，2026年春夏之交确实会有一次相对罕见的行星聚合。虽然严格来说那并不是红蓝双星，但在肉眼观测下，确实会让整个西方夜空在5月的某几个晚上呈现一种奇异的双火同辉。再往深处挖，就更让人不寒而栗了。帕克描述的这种意识转移场景，在量子物理学的一些边缘假说里，居然有呼应的对应物。当一个系统在能量层级上发生相变的时候，系统中的某一批粒子会先进入新的状态，而另一批粒子则还停留在旧的状态。套用到人类集体意识的层面，就会有一个匪夷所思但逻辑上自洽的画面。如果地球作为一个意识场真的在2026年发生某种相变，那么先到达新状态的那一批人，确实会对还停在旧状态的那批人看起来像凭空消失。这不是玄学，而是薛丁格的猫在更大尺度上的重演。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假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帕克不是第一个这样描述的人。艾德加·凯西在1940年代就反复在通灵状态中描述过一批人会在某个春末忽然从大城市中缺席这样的画面。珍妮·迪克森在1960年代也留下过类似笔记，他用的词是灵魂提前回家。巴巴万加在1980年代末则直接说，到了那一年，天空中会有看不见的手。这些描述各自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语言，完全不同的时代，却都指向同一种画面，不是死亡，而是移开。更关键的是，即便你把所有灵媒预言全部视为无稽之谈，现实世界在2026年初所累积的各种系统性风险也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全球债务对 GDP 比率来到历史新高， AI 股持有集中度创下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美国联准会面临政治换血，市场对利率路径的信心摇摇欲坠，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移民冲突正在累积到社会承受极限，中国的房地产与地方债问题从2023年至今没有实质解决，日本南海海槽的应力持续累积，中东火药库刚刚经历完一轮升温，却远未收尾。当这7、8条独立的脆弱线路全部在2026年的上半年同步绷紧，那么任何一条线断裂都足以让其他线路连锁崩溃。帕克之所以选5月，不是因为他特别看到5月，而是因为5月正好落在这些脆弱线路最先绷紧的那个共同交汇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你完全不相信任何灵视，任何纳迪叶，任何古代预言，纯粹从结构性风险的角度来看，5月这个月份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提高警觉的时段。你说这会不会只是几套本来就不同的神秘主义体系在玩一场互相抄作业的游戏？很有可能。我一直提醒大家，预言这种东西的本质就是让你在事情发生前保持警觉，在事情发生后保持谦卑，而不是让你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失去理智。帕克自己在每一次年度预言的开场白也都会强调，未来不是固定的，每一个活人都可以用念头，用祷告，用生活方式影响那条尚未落下的时间线。这句话看起来像是免责声明，但如果你把它放进量子物理学观测者改变结果的框架里，放进易经吉凶毁吝者生乎动者也的古老智慧里，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免责声明，而是一把钥匙。未来之所以可以被预见，
正是因为它还没完全定型，而它之所以还没完全定型，是因为每一个活着的、有意识的、愿意去在乎的人，都还在不断地推它、拉它、修它。那么，如果真的要替2026年5月准备一份心理剧本，我们应该怎么准备？第一件事是分清楚被吓和被醒。被吓的人会失眠，会恐慌，会抢粮抢水，会退光存款买金条囤子弹。被醒的人则是会开始认真检查自己的生活，家里有没有3天份的饮用水，手机里有没有离线地图，家人之间有没有一份万一失联就各自按图执行的联络约定。这些东西在一个普通的什么都没发生的2026年5月也不会让你损失什么，而一旦5月真的出现，哪怕只是帕克所预言的1/4强度，你就会发现这些准备的价值。第二件事是认真看待数位消失这个最被低估的场景。对现代人来说，存款、身份证、病历、联络人、相片全部都在云端，一次够大的网络断裂就足以让你在社会意义上消失好几天甚至好几周。预先把重要文件纸本化，把关键联络人手写成一张卡片塞进皮夹，把家庭医疗史打印一份锁进保险柜，这些事情成本不高，收益却非常不对称。尤其那些把所有资产都放在单一交易所、单一银行、单一云端服务的朋友，更要考虑做一点分散。我们不是在教你疑神疑鬼，而是在提醒你，一个成年人的风险管理本来就应该对得起自己过去几十年累积的一切。第三件事是给自己一个精神上的锚点。不论你是不是宗教信徒，人在极度不确定的时空下，需要一个比当下更稳定的东西来扛住。可以是祖先，可以是家训，可以是一句你每天早上对自己重复的话。帕克反复强调，2026年的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灵性测验，而这种测验不是考你信什么，而是考你能不能在混乱中继续做人。东方的儒释道，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其实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谈同一件事，那就是当外面的世界乱到你几乎要失去自己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守住心里那盏不熄的灯？那盏灯不需要很大，只需要亮，只需要在你最慌乱的那个深夜，还能让你认出镜子里的自己。第四件事是重新思考你和身边人的连结，这其实才是帕克那一句数十亿人即将消失背后最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看的那一层意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早就有过一瞬间失去某个人的经验，可能是一位好友搬去了国外，从此音讯渐渐稀薄，可能是一位长辈走得太突然，连一句再见都没来得及说，可能是一位昔日的恋人，今天变成了脸书上一个再也不会互动的名字。这些都是预演，是生活用极其温柔的方式在预告我们一件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从来都是租来的，不是买断的，是随时可能到期的，不是永远在那里的。2026年5月到不到，那是天意，但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打一通电话给某个你很久没见的人？那是人意。天意我们管不着，人意我们自己决定。第五件事是重新理解财富这2个字。过去10几年，全球央行一起把资产价格吹到一个谁也解释不清楚的高点，让很多人以为自己真的变有钱了。可是一旦春夏之交的那场 AI 泡沫真的破裂，你账面上那几个数字就会在几周之内变成完全不同的样貌。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你在断电断网的时候，身边还有没有人愿意陪你。真正的财富是你存在银行以外的那些东西，健康、手艺、信誉、友情，可以随时打电话来陪你吃饭的家人。5月这场可能的风暴如果真的来了，它最先冲掉的会是那些只靠账面财富活着的人，而那些早就把自己的根扎进健康、家人、手艺里的人，反而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富有。第6件事是训练自己从大量讯息中辨识杂讯的能力。如果5月真的发生帕克所说的那种级别的事件，那么接下来社群媒体上会在短短几小时内被3种东西淹没。第一种是捕风捉影的假新闻，第二种是借机带风向的政治操作，第三种是利用恐慌收割的诈骗集团。一个手忙脚乱的人会在前24小时做出他这辈子最糟糕的几个决定，
转账给诈骗，删除重要档案，对家人说出伤害一辈子的话。而一个提早训练过自己的人，会在那24小时内先做3件事：关掉不必要的通知，只看2-3个他长期信任的资讯源，把重要的决定延后到第2天早上再做。这种能力不是5月当下可以培养的，而是现在这个4月就要开始练习的。从今天开始，试着每天只看1次新闻，试着在每次想转发一则讯息之前停下来3秒，试着对任何声称紧急的讯息自动打一个问号。这些小动作累积起来，会在真正的风暴来临时救你一命。最后说回那个最骇人的题目，数十亿人即将神秘消失。从最严格的逻辑出发，这个标题当然是带耸动成分的，但从最宽松的诠释出发，它也可能已经正在发生。想想看，在过去10年里，多少人在社交媒体上活着，却在真实社会里消失？多少人每天在群组里打字，却1年见不到1次面？多少人把自己的情感、注意力、记忆全部寄存到了演算法的那一端，以至于一旦那端当机，这边这个他就几乎不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数十亿人消失这件事，说不定5月只是把一个早就发生的过程加速到让我们无法忽视的临界点。帕克的预言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消失过，失去与家人的深度对话，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失去对自然节气的敏锐，失去在黑夜里仰望星空的能力。5月这个窗口，也许根本不是某种神秘力量要来带走我们，而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主动把自己找回来，那这个世界迟早会有一个月份替我们把我们带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代人其实都经历过自己那一代的5月。老一辈人经历过战乱，经历过饥荒，经历过被时代的大手随意波动的惊惶；中生代人经历过金融海啸，经历过疫情，经历过从平面世界被一夜拖进数位世界的晕眩；新生代人则正在经历 AI 时代、气候巨变，以及一场人类从未真正面对过的意义的真空。每一代人的5月都长得不太一样，但每一代人的5月都提出同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愿意为什么样的生活付出代价？愿意为谁停下来？愿意为什么守住底线？当这个问题在你心里有了答案，预言说什么，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发生，其实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已经在帕克那个虚实交错的景象里，替自己找到了不会被任何风暴吹走的那个坐标。还有一件事必须特别提醒大家，预言这件事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部谁说中了的历史，而是一部人类在面对未知时如何选择的历史。诺斯特拉达姆斯的许多4行诗，几百年来被解出过无数种版本，几乎每一次天下有大事，都会有人跳出来说看，早就写在诗里了。这种事后追认对真正的理解其实帮助不大。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另外一种，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些独立来源，用互不相通的语言、互不相交的文化、互不联络的人，在同一个时间窗口上看见了极度相似的景象。这种事前多重独立汇合的现象，在人类预言史上极其罕见，而2026年5月这一次，恰好就是这样的一次。你当然可以选择不相信任何预言，那是你的自由，但你至少可以允许自己对这种罕见的汇合本身保持一点谦卑和一点好奇。所以2026年5月究竟会不会发生那一场？但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在那个月真正到来之前，把自己的灵魂、家人、重要记忆、关键文件一件一件整理好，放进一个不论外面发生什么都带得走的行李箱里。这个行李箱不一定是物理意义上的行李箱，它更像是你在心里腾出来的一块干净空间，是你在被时代的巨浪拍下去的时候还能够抓住的那块木板。如果5月什么都没发生，那恭喜你，你只是白白多准备了一次。但如果5月真的来了那一下，那你就会感激今天晚上这个让你愿意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刻。我自己这几个月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有好几次都停下来问自己，如果我真的相信帕克说的每一句话，那我今天会怎么过？这个问题问到最后，我发现答案其实出乎意料的朴素。我会更早一点下班回家吃饭，我会在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多聊几分钟，我会把那个拖了半年的身体检查约一约，
我会把存款分散到几个不同的地方，我会把真正重要的几份文件印成纸本，我会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带家人出去看一次星空。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因为恐惧而做的，他们全部都是因为原来这些事本来就该做才做的。帕克的预言最大的礼物，也许不在于他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而在于他逼我们重新面对一个每个人都一直在回避的问题。如果你知道日子不会永远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你今天晚上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帕克的预言无论应不应验，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那个具体的日期，而在于他逼你提早去思考一个平常不愿意想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明天就是世界变样的那一天，今天这个我有没有好好做人，有没有好好爱人，有没有好好感谢这一路上陪着我的每一个人？答案是什么？决定的不是2026年5月会不会发生什么，而是你会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那个一定会到来的属于你自己的那个5月。愿你在那个月到来之前，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即使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也仍然不会慌的人。愿你在那个月到来的时候，身边有想陪你度过的人，心里有想守住的信念。愿你在那个月过去以后，不论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都还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并且对那个人说一声，这一路辛苦你了。